然后我们用呼吸的方法，是因为呼吸呢，我们是随身带。你们是不是随身带着呼吸啊？啊，还是说，哎呀，这个我把它放在这边，我走了啊？我们随身带的，所以这个方法呢好用。为什么呢？你随身带着这个方法的哦，啊，如果你学有一些方法啊，比如说你去观想啊，然后你还要把你观相啊，比如说你观佛像，你要把佛像随身带着，哇，有时候带了麻烦啊。可是呼吸呢，你不用刻意，它就随身带。所以呢，我们学这个方法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叫数息观，有时候我们叫观呼吸啊，就反正数呼吸是其中的一个方法。那么重点呢是在你能够观这个呼吸，可以觉察到这个呼吸，然后让你对这个呼吸很熟悉，不是顺着这个观心。那有一些人呢，他随时做的时候呢，他就静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他很快就把这个心放到呼吸这边，然后顺着这个呼吸，观这个呼吸的进出。观了以后，整个身体放松，放松了以后呢，呼吸也越来越微细。微细的时候，你又很专注，你就感觉到你的心会很容易安定下来。啊，很专注这个呼吸，很清楚的知道你的呼吸，专注和觉照的心，慢慢的它就统一了，你就很安定下来，你的心就处在一种安定的状态。这个时候呢，念头稍微动一下，你也会发现，这个念不好，把它放，或者是放下它，不理它，回到你的方法。那么这个是我们在静态中用功的时候啊。那有些人呢，你叫他观呼吸，他观一下就跑了，观一下就跑了，奇怪哦，这个心呢，整天外面一个声音就跑去了。你们今天了，没有几天了哦，这半天啊，你们会听到很多声音啊，因为我们隔壁有一个同业队，他们在不断的训练，因为他们要去参加演出那所以呢，叮叮咚咚，叮叮咚咚，而且很奇怪的哦，他们在练习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样子哦，咚咚咚咚咚啊！有没有说在练习的时候演奏一两首好听的歌嘛？对不对？好听的曲嘛，我们听一听嘛。没有哦，咚咚咚，锵锵锵，哔哔哔，哎呦，你们有学乐器的吗？有哦。学乐器的时候开始是不是这样啊？你拉小提琴的时候，学小提琴拉的时候，要赶快在门口放一个招牌啊，鄙人练琴啊，请大家走开，不然受不了，对不对？等到你学会了拉出好听的曲的时候呢，人家就来听了，看你演出了吗？初学的时候呢，总是饶人的啊，那你们听到。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呢是，差不多了，那个香飘过来了，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啊，那香飘过来了那跑过去了。那呼吸在这边呢，没有注意到那个声音啊。那个飘香啊，你会觉得哇，那个好像比较有力量，一下子就把你拉走了不然的话呢，另外一种情况呢，哎呦，这个腿痛尤其是那些刚刚又受伤啊，又扭到的那些不得了，所以你看，这么简单的一个呼吸随身带着的我们对它都不知道，都不清楚，然后要让你呢比较清楚你收回来专注了跑掉了，收回来专注了跑掉，你也不知道，怎么样让你知道呢？就数它注意到呼吸1，注意到呼吸2，
睡到呼吸3，没有注意了，没有注意了，呼吸继续，但是你没有注意了。但是因为你用数目字，你就知道，哎，数目字跑掉了，就表示说你的心散掉了，你的这个对呼吸的觉照专注已经松掉了，松懈了。怎么办呢？再收回来，把心收回来。所以不断的练习，不断的把你的心收回来，用你的呼吸安住你的心。哎，因为呼吸是会传达很多身心重要的这个讯息的。那我们经常这样子练习它，注意它，练习它，对它熟悉了。刚才我们提到，你在日常生活中有用啊，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很多时候呢，会有情绪的那个外境啊，波动我们的情绪。我们很多时候，大部分时候都不知道，因为我们对呼吸不熟悉。等到你对呼吸很熟悉了，你就很容易觉察，因为你稍微粗一点你就发现，哎，为什么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的呼吸就开始比平常要粗一点，就开始你就会往内去反观你的心，果然有一些情绪波动了，怎么办呢？处理。怎么处理呢？先把这个注意力回到你的呼吸，专注它，调它，放松一点，注意一下，数一下，然后慢慢平和下来了以后，再去观我们的心，再去观这个外在的世界，需要一些时间，但不是很长，可能就在那几秒钟里面，你在做决定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禅修呢，它有很多的不同的程度。然后我们现在在练习的时候呢，用这个方法呢，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能够把它用上。因为有很多人他禅修他来，我来打一个气，打完这个气呢，大概我就开悟了，就抱着要开悟的心理来打气，在那个拼命用功啊。可是呢，打完了气以后呢，什么都没有，好失望啊！本来我的一大堆，有些人是一大堆身心的问题来了，以为说打完一个气，大概这些问题都留在禅堂了啊，结果呢，继续带回去，而且还带得更多，因为呢，打坐的时候还把以前忘记的东西全部也挖出来，因为你的心往下沉了嘛，更糟糕。然后想，大概这个打坐没有什么用了，回去就算了啦。学佛学到这么痛苦干嘛？可是呢，他禅，他不是你来打坐练习几下，什么事情都放下因为有很多人来动不动就要放下，动不动就要无我，连我都不知道，还要无哪一个我，对不对放下都不知道自己拿什么东西要放下现在有些人学了一点点东西，要放下，要什么，要无我，然后写到最后呢，自己懵了，到底要放下什么也不知道，到底要无掉哪一个我都不知道现在学佛没有用。其实这些都是知见上进入到一个误区那么有些人也以为说，禅修禅要开悟嘛，打坐那个老师你快教我一个方法，我就要开悟的，你要教我一个开悟的方法然后有方法可以开悟的吗？方法能不能够开悟，不是在方法，在你你这个用功的人是你能不能够开悟，不是方法能不能够开悟你不要，方法是帮助你，但是能不能开悟是你自己，不是那个方法吗？我们大家都
真的有一些人呢，他就是这样想啊，老师你教我一个方法开悟，我就开悟了。我们遇到这样的同学的，他认为说哇，这个画头的方法可以开悟，直接跟老师讲，你教我画头就好了啊。我们说你来打气，我没有时间打气的，你教我这个方法我就可以了啊。他以为用那个方法套进去他就开悟了那有些人这样子，很多误区啊、误解啊，就或者是打了一个气，打了一个意啊，你回去好像没什么作用，哎呀，下次不去了啦啊，腿痛又睡不好。你们打气的时候呢，我们的条件不是很好的啊，你们来打意，我们条件也不是很好啊。大家一起躺在那边啊，然后呢，就有些人知道啊，晚上有一些人晚上睡不好，你又怕你寂寞，对不对？他们就奏交响乐，好像那边叮叮空空，叮叮空空本来是让你欣赏了睡着，结果呢，你不会欣赏，又更睡不着。你想说一天就这样了，7天啊！这个日子怎么过啊？你说不了，算了啊，因为你没有得到这个受用啊，你以为那个受用呢，一定是那种说哇爆发性的，不是的。我们禅修呢是一层一层进去的。刚才提到的那个部分跟方法有关系的，就是让你学会了这个方法，熟悉了你的呼吸，你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用了。这个才是禅的功能，知道吗？禅就是你学的每一个阶段，它都帮助到你的身心，调和你的身心。然后你对这个方法熟悉了以后，它就在你熟悉的运作过程里面，它就发挥它的功能了。不是等你开悟了才有用，等你开悟什么时候呢？比如说我们说驴年，我们12生肖嘛，对不对？有一个驴年的嘛？没有啊，只有一个马年吧，没有驴年，一直不知道什么时候了，没有了。所以呢，我们参加禅修的课程呢，一定要有个很重要的这个观念建设。这个之间很重要，就是说我们不是来打一个气，打一天就要去开悟，不是的来了也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回去也没有什么用，不是的，有用的。我们教的方法帮助你先在静态中用功，静态中用功，你熟悉了这个方法以后，你发现这个方法就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可以用。所以所有禅修方法的练习训练帮助我们掌握它的这个技巧，都是要帮助我们在生活中用它。这个也是我们学佛很重要的一个功能不然的话你们读了一堆佛书都读不懂因为不能用。你要不要读那些深奥的，说哇我读什么经读了都读不懂有用吗？没有用，因为你不会用它。那么你就找那些你读得懂的，然后读懂了以后，老师讲的你听得懂了，你就熟悉它，练习它，你就用它。一用，它对你就有帮助了。因为佛法一定把我们整个身心的调和往这个正道，然后往这个佛道这个方向去嘛。所以你只要懂一点做一点，懂一点做一点本来你这个方向的，懂一点做一点，懂一点做一点，它就往这个方向所以你参加一个课程听老师讲，那些听得懂的去用它，听不懂的不要紧张。你还听不懂，或者是你觉得说你还受用不到，或者是你觉得说你还用不上它，也不要紧张，因为有一些真的是比较不容易做到的，我们把它放下。你学的做得到的学了以后你可以熟练它的，
然后你就把它用好。慢慢的，我们的这个练习、运作、应用，慢慢的它就凝聚一个力量，慢慢我们的心就安定下来，慢慢我们的心保持一种觉性、觉照的这个作用。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修定修会了嘛，对不对？然后慢慢的凝聚到它的力量越来越安定，然后我们用它的时候越来越深入，进入到我们的心，我们的心的更多的那些妄念，慢慢清理它。我们越清楚的时候，我们就越容易把它处理掉。到它这个心比较深的心，比较净化了以后，它运作出来的时候呢，你通过这样的心来看这个世间，你会有一个不同的角度、宽度。慢慢的你发现到说，以前你认为是问题的一些所谓的问题，你有了这样的一个高度或者一个广度的时候，你发现根本不是问题，很简单的嘛。我们小时候4、5岁的时候，一粒糖果我们都可以抢嘛。现在给你抢糖果，你要啊？不要咯，因为你成熟了嘛，长大了嘛，对不对？我们的心智也是这样的以前你执着那个事情，哇不行，我要怎么样，现在一看，没什么事啊，不是什么问题啊，放下了，然后你就发现你的人生的道路越来越宽。为什么呢？越来越没有障碍啊，问题就变成你的障碍嘛。那看起来都不是问题啦，有没有障碍了？那越走越好咯。那学佛是这样的嘛，一路学一路不断的进步。所以呢，我们参加这些课程，学到的方法，老师教的，我们学它，懂得用它熟悉它，懂得用它，慢慢的你就发现自己越来越把心打开。把你的心打开了以后呢，就叫做开悟。悟就是我的心嘛，把你的心打开了，不是开悟了所以呢，大家在类似这样的课程里面学到了，把你们接引进来了，你们有了这个因缘，有了这个条件，然后继续往更密集的课程去学习因为我们下来还有很多课程带领你们的济慈法师，你们注意他的讯息，什么3天、5天、7天都有就跟着老师学这样就不断的让自己成长，自己的心智不断的成长好，我们讲到这里，因为香已经飘过来了，声音也让你知道了好，大家准备